如果你被蜜蜂叮了，该怎么办？虽然大多数蜂蛰病例都很轻微，但知道如何防止并发症是很重要的。今天就由我详细告诉你。Let's go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话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对我的点个赞，打开那个小铃铛，你下次不会错过我任何的视频。相信这个影片的内容绝对会对你产生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如何在蜂蛰之前采取行动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蜜蜂叮咬会产生轻微的不适，但是有时它们可能会出现问题。如何正确对待它们？我们告诉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在蜜蜂刺痛之前采取行动？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很温和，但有些可能会出现某些并发症。因此，学习一点急救来解决这类问题非常重要。发现一些提示：蜂蛰会在受影响的区域引起疼痛、肿胀、发红和发热。然而，如果受影响的人有过敏反应，有时会变得复杂，甚至许多病例都可能致命，特别是当几只蜜蜂发作时。你应该怎么做？在蜜蜂刺痛之前采取行动的5条建议。当蜜蜂刺痛时，它们释放出一种毒性毒素，可引起炎症、疼痛和其他症状。事实上，许多人对这种毒素过敏，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症状。后者必须由专业人员参加，因为它们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并发症。然而，在受影响的区域发生轻度叮咬、严重发红和肿胀增加，它们还会产生瘙痒、灼热和其他不适。在这些情况下，家中的一些护理可能足以促进它们的缓解。注意：一、去除刺痛。正确的去除刺痛将是避免暴露于更多毒素的首要任务。当蜜蜂叮咬时，它的刺痛通常会插入皮肤。在此之后，蜜蜂死了。事实上，它是咬伤后死亡的唯一昆虫。其他物种，包括黄蜂，仍然保持着刺痛，并可能继续刺痛。如何去除刺痛？要在蜜蜂叮咬之前采取行动，尽快去除刺痛是很重要的。但是，应避免使用诸如镊子或类似物等粗暴方法。正确的方法是轻轻刮去皮肤上的扁平边缘物体，可以是文件或信用卡。2、用肥皂和水清洗。蜜蜂叮咬的最初风险之一是感染。因此，咬伤后，患处应先用水和抗菌肥皂清洗，包含在内，洗涤应每天重复，直至完全愈合，因为感染可在晚些时候发生。3、使用冷敷。感冒减少了与咬伤引起的炎症相关的症状。在遭受刺痛后触发的症状可能是不舒服或疼痛的，其严重程度取决于昆虫释放的毒素存在下免疫系统的反应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在该区域使用冷敷袋或冰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适。理想情况下，做大约8或10分钟，直到你感到宽慰。4、不要划伤受影响的区域。许多人在昆虫咬伤后感到瘙痒时会划伤皮肤，但是这是一个错误。虽然它最初会引起一些缓解，但刮伤皮肤会增加肿胀、延长瘙痒并增加感染的风险，因此应该完全避免。
5、涂抹舒缓的产品。有几种舒缓的补救措施可以避免该区域的瘙痒和发红。Calamine 乳液或小苏打糊可以帮助对抗风疹。事实上，理想的是每天使用它们几次以控制燃烧和瘙痒。Calamine 乳液是药房中的抗组胺药产品。什么时候去看医生？大多数时候，你可以在蜜蜂刺痛之前采取行动，而不去看医生。但是，有些并发症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评估。如果不适感延长或恶化，最好是紧急情况。一些严重的反应包括荨麻疹、皮肤苍白、严重的瘙痒、舌头和喉咙肿胀、呼吸困难、快速脉冲、恶心和呕吐、腹泻、晕船、中度或高烧、失去意识。经历这些症状可能表示过敏性休克，这是一种威胁生命的过敏反应。及时的关注是决定按时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因素，因此必须尽快应对紧急情况。当你同时吃几口时，也需要咨询。尽管症状似乎是轻微的，但有必要进行治疗以避免严重的后续反应。如果感染，医生可以为疼痛和抗生素开一些止痛药。总之，虽然大多数风疹病例都很轻微，但知道如何防止并发症是很重要的。应用一些适当的治疗建议可加速康复并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话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对我的点个赞，打开那个小铃铛，你下次不会错过我任何的视频。相信这个影片的内容绝对会对你产生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，欢迎你在下方给我留言与大家讨论。我们下次再见。